Hello，大家好，今天是4月23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终于时常是清高了，交易美股有一个波段变盘的顶底规律，你一定要明白。收口短线止盈后二次回踩，下一次的买点在哪里？特斯拉财报发布后盘后下跌，这里还是反弹吗？要不要跑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那今天呢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7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还是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我们第一部分还是要看到指数的分析。那目前的市场呢从低点而后一路上涨，那目前的搭配行情已经来到了13次的新高。那我们之前在周一的公开直播当中有讲过，13次新高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值，那么它也被称其为新值技术当中很关键的一个最终的技术。那么在左侧技术当中也经常会用到13，而后在斐波那契的一个数字当中也有13的存在，所以13呢是一个很特殊的变盘数字。那我们就要讲一下市场到了13的一个应对的方式，以及要注意的一些风险。同时会讲到右侧离场的信号已经出现，还有日内的变盘点，我们下一个变盘是什么时候？而对于指数有所了解之后，我们来看到今天的个股分析。那么阿哲还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Circle、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以及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那目前很多个股在右侧上也同样出现一些逃顶信号或者说风险信号，阿哲没有所有都标记为灰色，其中标记红色的要么是已经很明显有右侧的风险信号，要么就是目前市场指数新高而他们还未新高的一些很容易后续走弱的标的，这个阿哲做了一个标记。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部分，什么叫做新值的技术？我们现在看到目前是一个纳斯达克指数日线的一个图版。那么新值技术它讲究的一个理念就是市场在上涨和下跌时，每次的新高和新低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个统计它的一个次数，因为他认为市场在新高的时候是会消耗多方的一个能量的，而市场在出现新低的时候也会消耗空方的一个能量。所以如果做左侧想要去发现一些高点存在的地方或低点存在的地方，一般我们需要去关注市场在上涨或者说下跌，甚至特别是在当边行情当中它所产生的这种新高和新低的次数，然后去发现一些容易衰竭容易变盘的高低点附近。我们之前在这一波下跌时和这一波下跌时都有统计过相对应的新值的技术，那怎么去算呢？我们先来以下跌为一个例子，比如说曾经这一波股价的高点，一般我们把高点就是关键高点可以标记为0号 K 线，而0号 K 线它被打破了它的一个低点，这里就可以标记为第一次的新低，叫做一次的新值。在一次新值之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1号 K 线的低点做一个划线，而这个1的低点再次被打破，那这里就是2次的新值。一旦再次被打破，这里叫3次新值。而市场在新值技术当中有几个节点是需要关注的，一个是3次、6次、9次和13次。9和13在汤姆迪马克先生的左侧交易当中也会经常用到，所以在新值的技术当中9和13依旧是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这一波下跌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到3的时候是还没有止跌，依旧下跌，那么到3未止跌，那就容易跑到6附近，那5或6，好，3这也是4，最后到5的时候出现一个反弹，所以3、6、9、13都是我们就关注的一个数字。价格走势从0跌到了5之后，这里是6，这里呢是7，这里呢是8，这里是9，而最后到9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反向的一个反弹行情。正常一波股价的下跌，如果到3的地方就能够止跌明显上涨，很多时候这是一个上涨当中的强势回调容易衰竭的点，而到6它往往也意味着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正常回调的一个点。到9的时候往往说明这波下跌它很容易破坏之前的上涨趋势了。到13的时候，一般来讲大概率是一个反转的一个行情，当然这是一个趋势层面的，我们简单用左侧的意味来去看，就是3、6、9、13都容易产生一些变盘点，而到9和13时就是很明显反向最容易出现的地方，当时这里是到9出现了一个反向行情。那我们再看到这一波下跌，我们同样也可以按照高点，这里是0，这里打破，这里是1，再打破，这里是2，这里是3，这里是4。这个技巧大家在个股当中也可以去用，这里是5，这里的一个6之后
这里6是出现一个反弹，6之后这里是一个7，这里呢是一个8，往后这个地方是一个9也出现了一个反弹，9之后这里是10，这里呢是11，这里是12，这里是13出现一波当边的一个上涨，也就是本次的这一个低点，它是从高点下跌以来13次的一个新值，这其实相对来讲也算是一个当边下跌，而前期的那个低点是9次新值，所以市场在下跌时3、6、9、13也要关注这些地方。如果你是做空的，到了3的地方小心它有反弹，如果到3就直接明显反弹，一般这种空单就不能再做了，说明它是一个很强势的回调而已。如果你是做了一波顺势空单有利润的话，到9和13的时候就已经要考虑获利兑现了，不能够在9和13的地方依旧的去强势的加仓，因为很多时候会容易出现反向行情。好，那么在上涨途中也是一样可以去用到，比如说像之前这一波牛市行情，我们同样也可以去看到它很多反线的地方其实都是在9和13的地方，比如说曾经这个地方是一个0号 K 线，是吧？0之后这里是一个1，这里是一个2之后这个地方它是一个3、4、5、6、7，这里是8、9、10、11、12、13呢，大概阿哲如果没有算错的话，应该是这根 K 线。所以从一个低点股价上涨，涨到了13号 K 线的地方，如果是持有多单的要小心了，它容易出现一次相对凌厉的或者说明显的一个反向动作。而如果你发现在13之后市场的下跌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回调，它只是一个健康的回调，因为它其实就3次新低都不够，因为它这一波下跌连3次新低都没有。我们说3次新低都没有，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回调，之前这里其实不影响它的趋势。这种情况下，你往上数不是数10是15了，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重新开始以这个低点作为0。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再开始数，这里如果是0，这里是1、2、3，这里是4、5、6、7、8、9。好，那么这一波股价的0，它就是到9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反向行为。不过这个反向它依旧只是0、1、2、3，是吧？3次新低到了一个低点启动，所以这个也只是一个回调的一个3次新低。所以新值当中，我们要关注的是它的上涨新值、下跌新值。一般来讲，上涨新值多，下跌新值少，这种情况下，它大概率是一个回调行情。好，我们再往这里再往后数，这里是0，这里是1，这里是2、3、4、5、6，这里是7、8、9、10、11、12、13，大概13应该是在这附近。到了13附近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这里后续其实还在上涨，但到了13之后，它其实往上涨，它的风险性是比较大的。同时，我们调出这个9后13，因为在左侧记录当中，它也有一个13。如果你发现13次的一个新高，我们从低位这里数0到这附近是一个13，而在这附近还有一个9后的13，是这一根 K 线。所以它如果又是13是新高，又是9后的13，那在这附近它其实就是容易出现一次明显的反向行为。所以这个也是多单，如果你做了一个小波段，那照这附近就不要再去做多，甚至要考虑有空方的一个对冲行为。那价格呢，在一次下跌调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0，这里是1、2、3、4、5、6、7、8，这里到8没到9，出现一个明显下跌啊。每次调整完一波，特别是明显调整之后你都可以重新计数，这里是0，这里是1、2、3、4，这里是到4，出现一个回调，所以这就是一个新值的计数。简而言之，现在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这里低点为0，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4、5、6、7、8、9、10，而在本周这里是11、12、13，所以目前是13天的一个新值。到了这个附近之后，我们知道往后往上涨，它很容易发生一次反向行为。正常的回调应该强势的回调应该是反向3次的新值，正常回调是反向6次的新值。当然，如果这个反向会到9的新值就有点问题了。如果这一波是13新值，那往后是不应该超过6的，到6就是正常，到3说明强势依旧，后续看涨，所以这是一个新值的技术。而我们同时也可以回顾一下之前所讲的技术13。那么从技术13的一个角度，当前的技术是到多少呢？当前技术其实已经来到了10亿，也就是说目前保持上涨，其实只要再收出2根阳线，应该是大概2根阳线，因为13的技术会复杂一点，跟9不一样，这里大概率就会出现一个13，因为目前已经是11了。
像13的技术，它比9的技术是要少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9的技术在行情当中产生，像之前高位的时候是吧，很多9的一个技术，但13的技术是出现的比较少的。像这个地方是上次出现13的地方，到现在就没有了，所以这次能不能有13还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形成。像再往前看，这个地方有出现过一次13，中途的时候出现过一次13，这里有一次13，所以在哪怕美股这么强势的上涨当中，它也不是说13很常出现，也是每隔1-2年可能才会出现那么一次，而每次出现的时候，很大概率它都会发生相对的调整。如果是一个相对的牛市后加速产生的，特别是5浪的位置产生的，它这个13容易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级别。如果是这种低位启动的13，就跟目前差不多，低位启动的13啊，那么这一波调整可能是3次新值之内。如果是已经走了很长时间的一波上涨，这种13一般调整力度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当下是属于不算低位了，肯定不算低位。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出现13，也要预防一下它左侧的一个调整。所以当前的一个风险主要是13是新高，而如果再往上运行2到3天的上涨，那么就会出现9后的一个13。所以这个地方是相对已经是到达左侧第2次的开空点，第1次的开空点是这个9，当然这个9之后它已经，当然这个9之后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下跌，直接就突破了我们所讲的一个空方的一个止损位，而当前是来到了13次新值以及左侧9后13的一个空方点，这是第2次的一个衰跌点，所以在这附近我们可以寻找一些开空点，比如说个股方面，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弱势股票方面，可以去提前的做一些空方的布局。以上就我们所讲到的第一部分，叫做新值的技术啊，在上涨当中，在下跌当中都可以去使用，关注4个数字3、6、9、13。而后我们来到第2部分，叫做右侧的离场信号。那么右侧离场信号当中，就是当前的一个市场上涨，它所产生的一些右侧已经出现风险的提示，它跟左侧刚刚所讲的新值13是不一样的。新值技术是一个左侧的风险预告，而右侧是已经发生了风险的信号。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多次看到有些股票已经出现这种信号了。那关于这个信号，我们需要看到一个指标来配合。这个指标叫做上海趋势图，这个指标只要您是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体验过，或者说目前依旧安装在使用的。这个信号就是一个超买信号，在这个上海趋势图当中有一个叫做金顶的 K 线，这个 K 线会显示黄色 K 线，一旦进入到黄色 K 线，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是超买。而如果超买消失，黄 K 开始被跌破，那么这种地方就意味着是一个右侧，你也应该去离场卖出的一个地方。当市场每次出现加速的时候，特别是有跳空、有明显多个缺口的时候，出现了黄色 K 线，而黄色 K 线消失，这就是一个风险，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去用。如果您是今天第一次观看阿哲视频的，阿哲告诉大家您怎么去安装这个指标。我们先来看到它的一个使用技巧。这种黄色 K 线一般在震荡时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但如果你发现市场出现单边行情了，这种单边产生的黄色 K 线，它的一个效果，它的一个意义是特别大的。出现之后啊，你只要发现它的一个黄色 K 线消失了，就说明它这种狂热的情绪开始有点恢复冷清，就说明它这种狂热情绪开始有所恢复，市场可能会认识到这一刻这里它是一个高点的可能性会比较大，容易出现调整。所以一旦黄 K 消失，说明市场开始有所冷静，而这个时候容易引发抛售。只要黄 K 消失，而后出现下跌行为，那么这些地方就是曾经我们多次用黄色 K 线识别过的一些风险区间，而目前又来到了这种黄色 K 线的地方，那这个地方产生了黄 K 消失，也就是说开始市场有所冷静。那么这个地方的黄色 K 线低点已经是被跌破，虽然跌破它不是很有效。我们说有效的关键位置的跌破，一般是需要有一个实体过半的地方，实体过半的一个过程，就是阴线实体过一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跌破。所以目前这个跌破是首次的尝试跌破，但它已经是消失，已经开始尝试跌破，所以这里的右侧是首次要进行一个减仓卖出的行为。从低位上涨以来，这是首次右侧上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卖出信号，而目前因为产生了反弹而没有继续下跌。那么后续如果出现一根阴线过半的一个动作，那其实它是一个右侧的开空点，右侧准确意义上的做空点。当然究竟是怎么做空，你是做1倍杠杆是吧？还是做这个 SQQ， 这个就看个人。至少目前是首次出现这种信号。如果出现阴线过半跌破4月17号上周五的低点，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右侧开空点。当市场产生的这种动作是吧，有一个阴线过半跌破这个蜡烛低点，那么这个地方就说明是一个风险点，或者说是一个右侧的开空点。当市场产生这个黄色 K 线时，右侧跌过半，那么说明是一个右侧很明确的风险点，要小心市场的一个回落，特别是像这种已经远离我们的一个低位，已经是一个高位的，出现明确的右侧阴线过半的跌破，那么这是一个很明确右侧就一定要卖出，甚至是反向开空的一个地方。当然，如果你发现跌破的时候，它如果有一根长下影线，你也可以多等待一天，明确有一个阴线实体过半跌破的动作，再去进行一个开空，或者说再去卖出也是可以的。所以当前右侧首次跌破了，但是阴线还没有过半，一旦阴线过半，就属于右侧该卖都要卖了。而空方也是一个最准确的右侧进场点，所以目前如果作为左侧，你说这个左侧在上涨，我不敢在这里做空，或者说这个地方感觉还要涨，那么我也不想卖出股票，那这个时候有没有更加保守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根阴线的低点做一个防守位。如果收盘价有一个阴线过半的动作，跌破这根 K 线的低点，那么右侧就直接卖股票，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相对更加准确的一个意义，准确的一个信号。而对于开空的人来，而对于空方投资者来讲，更加准确保守的，也就是这个动作一出现，基本上就可以了结多单，而后反向空单，也可以等待顺势的3次新低、6次新低，去寻找飘带附近的一个做多点，都是可以的。那么以上就是对于左侧和右侧的一个思考。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日内变盘点。不过在此之前，大家如果左侧的思路和右侧思路对您能够有所帮助，老同学听到这不要忘记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您宝贵的小红心。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的底下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评论，或者说留言，阿哲看到也会非常开心。而如果您是我们的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不只是点赞评论，还可以顺便把这个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可以点击订阅，而只要显示已订阅，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技术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了。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和研究美股行情走势。而如果您觉得阿哲视频对您是有帮助的，未来每一期都想要观看不错过，那么也可以在订阅频道下方这个有个全部铃铛，您可以全部点开。那未来阿哲每一期视频更新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知到您。同时，订阅粉丝同学，特别是新同学，我们是有准备一些见面礼的。阿哲的第一份见面礼就是这个上海趋势图。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黄色 K 线是这一个上海趋势图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风险的提醒。其中它有一些买入提醒，比如说像蓝色 K 线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市场跌到了一个超低的地方，这种地方一般会伴随开多的一个机会。你说这黄 K 的 K 线，它是一个风险卖出，或者是一些做空的点的一个提醒，那么蓝 K 就是机会做多的一个提醒。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用到。那么在后续的个股解析当中，阿哲也会频繁用到上海趋势图。所以如果您还未订阅频道，也可以点击订阅之后呢，可以去联系阿哲的助教老师，去领取上海趋势图的一个安装的一个方式，如何去安装，如何去使用。那目前可以看到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在卡片当中就是阿哲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那么您点击之后就可以联系到阿哲的助教老师，跟助教说一下需要安装这个指标，他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大家所安装的是手机版的上海趋势图，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美股的一个行情走势。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叫做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是阿哲在除了日线观察之后，我们还会在日内去进行发现的一些市场的多空的转向的地方。刚才我们说过，新值技术36913是容易出现日线变盘的一个点。那么在日内的变盘点，也就是说是阿哲在日内所认为的纳斯达克指数容易出现变盘的高低点的一个时间。那一般也会在盘前广播当中去写给大家。这个盘前广播也是我们的一个订阅粉同学所能够享受到的一个福利。您只要订阅了阿哲，那么在盘前，阿哲是会发布一些盘前的一些信息、指数个股以及日内的一些变盘点。我们看到4月21号盘前，阿哲给到的3个的变盘点，一个是9点45，一个是11点，还有一个是2点。这个变盘点时间大概率容易出现高低点时间，小概率是加速点的时间。像4月21号的9点45是低点变盘，11点是高点变盘，那2点就是凌晨2点，在这边下岗时间是一个反弹的高点变盘。那么像4月22号的盘前，一个变盘点是9点45，另外一个是1点。9点45是市场在跳水之后开盘的
第二天的第一根 K 线是个跳空上涨，而后没有形成顶分型而继续上涨，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难得的小概率事件的一个加速点。而后在下午1点，也是这边凌晨1点，它是一个价格震荡回调之后的一个最后一根阴线，也是一个回调的低点，1点钟是个低点变盘，市场出现了另外的一个上涨。所以当前的一个市场在本周周二出现了日内弱势表现之后，在周三的时候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低点变盘加速、低点变盘新高的一个动作，所以多空之间目前的争夺在日内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变化，没有出现连续性的一个走势，日内多方很强或者空方很强，所以目前属于高位偏向震荡的一个行情。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是10点，也是开盘的第二根15分钟 K 线，那根 K 线容易是今天的第一个变盘高低点的窗口。如果目前保持上涨，那么今天的第一个变盘点就容易是高点。如果在开盘是出现下跌的，或者说跳空低开的，那么10点的地方就容易出现低点，所以这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变盘时间窗口。当然，如果发现在这个 K 线如果是上涨的，就比如说这种地方，如果第一个变盘点出现后是上涨的，但它后续没有顶分型，而是继续保持上涨，那么这容易是一个加速点、加速上涨或者加速下跌。所以今天的10点那根 K 线后的表现，需要我们在日内去关注。大家如果是刚才点击订阅了阿哲频道的这个盘前广播，那么阿哲在今天开盘之前也会把后续的变盘点全写好之后发给大家。阿哲具体再说一下我们的4重福利，只要您订阅了阿哲频道，除了刚才所讲到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的体验权限，以及在一段时间内的一个盘前广播之外，还有的就是我们的一些内部的知识学习课程。大家如果能够点击订阅阿哲频道，那么阿哲相信每个同学应该都是对技术分析想要知道怎么去进行交易，所以我们另外2重福利是关于技术分析以及美股期权的一些实战课程。只要您找到注要之后，都可以在香港时间的周二到周五早上10点以及下午5点会有相对应的课程去学习。一般技术分析会在早上的10点，美股期权实战课会在下午的5点，大家根据这个时间时差可以去安排学习的时间。在点击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亦或者是在视频底下的评论区，阿哲都放置了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您点击对应的卡片，亦或者是评论区的链接，都可以找到助教。那么这里阿哲再把本周的课表给大家去看一下。本周对于技术分析的课表，我们会讲到一个狩猎波段利润的主题班课，每周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像本周我们会讲的主要是趋势方面的一个波段的一个交易，这就是本周的一个课表。大家找到助教报名之后，就可以去按照时间参加。因为今天已经是周4了，大家看到这视频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晚。那如果前面的课程错过的，都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之前的一个课程的回放去观看，以及可以报名下周的一个主题班课。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特斯拉。那对于特斯拉，昨天在发布了财报之后，目前的一个盘红状况是出现了一个略微的回落，但当前关注的2个支撑位其实还没有去进行跌破。我们今天讲到的381.8作为短线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如果今天收盘价是跌破的，那短线上这一波上涨到这里要注意了，它的回调将会延续。那么如果后续跌破352.42，那么这一波上涨跌破这里，那其实它是反弹就定义好了，后续继续下跌的概率是极大的。所以如果这里是反转，那么352.42它在中期来讲是不应该破位的，那市场才有机会往上延续，出现一个上涨结构。而如果它这一波回落连381.8都不跌破，都能够有支撑，而后出现启动的阳线，那就说明这一波行情它是强势的。那市场往上，我们可以继续往前面其他的高点去进行看，甚至是通道的上演。因为当前的这一波回调，它如果在381.8不破，那其实就是之前这个轨道的上沿，它能够有支撑。所以我们说市场如果出现轨道的一个突破，那么最好回踩是不破，那么才有机会往上看下一个轨道的一个压力。如果像之前这种市场下跌之后2次回踩是直接破位的，那这种就不太好了。破位之后它就容易往下去延伸下跌空间，所以这个地方最好是不要跌破轨道，而后我们就可以短线看再次的强势上涨。如果是符合预期的，将有机会来到上通道，再去遇到下一个阻力。因为这一波上涨它其实是在这个通道的一半，它并没有突破这个通道，在一半的位置出现回踩，回踩支撑，有机会去看下一个通道的一个上沿。而这里如果是直接跌破了，那我们要防守这个地方以及通道下沿去防守。如果这些地方守不住，那其实空间就再度的打开，那这里只是一个相对的中期反弹而已。
所以我们要先守住第一个381.8是强势支撑。正常的一个支撑是不应该跌破352.42，跌破基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反转了。这一波，我们来看到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上海趋势图表。上海趋势图当中，除了刚才所讲的这个黄色 K 线和蓝色 K 线之外，我们还要去更好的应用一些其他的一个指标组成。如果大家是刚安装上的，那么这里可以认真听一下，黄色 K 线和蓝色 K 线，它是单根 K 线所出现的一些信号。或者说某个地方有一些超买和超卖的一个动作，但要关注好什么时候的超买更容易是风险，什么时候的超卖呢更容易是机会。像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超卖了，但它只是一个反弹，是吧？那有时候像特斯拉，我们举一个例子，那为什么这一个蓝 K 它就是一个反弹，而有时候特斯拉的蓝 K 它却并不是一个反弹？那比如说我们来看到这里，在曾经6月27号23年的时候，它是不是也有一个蓝色 K 线？那这个蓝色 K 线它就不是一个反弹，所以我们在运用这种蓝色 K 线和这个黄色 K 线的时候，要注意一个趋势的一个含义。当市场如果处于一个紫色飘带时，就说明它是一个多头趋势看涨的一个行情。在多头趋势看涨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超跌，它如果还是在紫色飘带这种多头环境下的，它就更容易是什么？顺势是一个容易再次新高，它不是一个反弹，是一个低点的可能性就更大。而如果它出现一个黄色飘带，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蓝色 K 线，它的效果很多时候就会是一个反弹，包括黄 K 也是一样的。如果它是一个上升趋势当中的黄 K， 那其实它这种黄 K 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调整，它这种黄 K 其实很多时候连调都不调，是吧？连跌破都不跌破。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在顺势行情当中，黄色 K 线往往是一个回调，蓝色 K 线往往是一个绝佳的买入机会。而反之，如果是一个空方行情出现的一个黄色 K 线，就相对要小心一点。所以趋势它的一个含义在不同的，所以蓝 K、黄 K 它在不同的一个行情当中，它的一个含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当下的一个行情走势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那这个黄色 K 线因为它是一个紫色飘带，所以我们可以先把它涨定为一个回调。那当前的一个黄 K 已经消失，已经破位，所以只要它回调，它不破这个紫色飘带，那么就还是一个健康、一个良好的。而如果在这一波回调当中能够出现什么蓝色 K 线再次反包突破，是吧？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右侧的回调买点。当然前提是这个紫色飘带不能跌破。如果紫色飘带在这次下跌当中给跌破了，甚至重新变成一个黄色飘带了，就说明它其实就是一个反弹啊，它并没有形成一个支撑，那就不太好。所以当下一个可能是右侧的回调当中，但前提是不能够调得太深，飘带要止跌，在这里出现二次买点，我们才能够认为它的趋势是一个上涨趋势。如果调的力度太强，直接跌破飘带，那么甚至未来转黄色飘带，那它也可以认为就是一个反弹而已。所以关注一下这个飘带的一个支撑，一个是373.42，下沿是368.919，这之上任何的止跌启动都可以认为这个黄 K 它的调整结束了，后续二次看涨。上方的另外一个目标压力是龙门线，是中长线的一个压力414.105。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图表，英伟达目前其实也没有新高，但为什么英伟达这期没有标记一个红色块？因为它目前的一个右侧的风险不算特别足，它已经是过了之前的2个高点，过高之后我们是要有明显的抛售行为，右侧的一个风险最明确的就是要跌回来之前的这个区间左高之上往下跌，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意味着抛售它出现了，这里有可能会有机会去填补之前这个缺口。不过当前它只是出现一个冲高回落负阴线，所以它是一个减仓信号，但这个力度它还没有进入到这个区间，所以它是一个偏左侧的一个减仓信号。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讲，如果你是低位买入，那么当下遇到这个抛压它没有收阴，遇到这个抛压也没收阴线，所以当前对于右侧来讲就是守住左高不跌回来时，对于做空者来讲不太适合做空，因为它离支撑太近了。对于做多者来讲，您的止盈点右侧它可以是跌回来之后再去止盈也是可以的，所以这里是左侧止盈点，但是右侧还未到止盈点。而空方的一个机会它是不太明显，因为这个地方离支撑太近。上方的下一个压力是左边这个地方的缺口加它的上影线区间。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海趋势图。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就是上海趋势图的图表。我们从黄色 K 线也可以来看到，黄 K 产生的时候，它目前是已经消失了。黄 K 消失，我们可以把目前所看到的黄 K 的最高的一个低点，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它有很多个黄 K， 那用哪个黄 K 好？我们一般是用偏高的一个黄 K 低点，最高的黄 K 低点是这一根 K 线，它还没有出现收盘跌破，并且我们是不是最好还是一个
收阴过实体一半的一个跌破会更好，所以当前在右侧是没有明显的一个信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之前这些地方，它的黄色 K 线出现收盘跌破是一个右侧的风险，黄 K 出现收盘跌破是一个右侧的风险，黄 K 出现收盘跌破，特别是这种加速的时候，有带长上影线的时候，收盘跌破右侧的风险。好像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地方是没有跌破，冲高出现了另外一根阴线在这里跌破，不过它是跌破之后快速就有一个紫色飘带蓝色 K 线突破，反而是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要关注每次价格在黄 K 的时候它离飘带的距离。如果离飘带比较近，它很多时候可能会调一会儿就结束了，所以关注一下飘带附近的一个支撑。如果是一个强势行情往下调飘带，那么很容易出现二次的一个买点。而如果调飘带的时候它不能够支撑得住，就注意了，这里可能要升幅调整，就要比较危险。所以当下你可以看到，一个是目前这里是黄 K 的风险释放区间，是左侧的，右侧还没有。另外就是支撑点是在飘带上沿 191.09。另外一个是龙门线 183.803， 而后我们再看到下一个标的是比特币。关于比特币，它目前也出现了一个风险，叫做顶背离。之前我们讲过顶背离，那时候讲顶背离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高点的时候。不过当时这个背离在第二天就给修复掉了，所以这个背离后续是消失了。当下最新的行情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背离信号，是一个小级别的，像以太坊最近出现的是一个下跌反弹，在日内其实是有一个顶部结构的，这个顶部结构是类似于头肩顶一个破位后的反抽。如果你看日线可以看得出来，那么你会发现日线之内它必然是有一个结构，是关于一个趋势线的一个破位反抽的一个行为，而这个行为导致了以太坊在昨天的一个冲高当中并没有去进行新高而相对反向的一个，而相对比特币它是2次都新高了，所以价格走势当下的以太坊和比特币又出现了之前所看到的一个顶部的背离结构。在这种顶背离当中，一旦产生分型，那么就是一个风险。那么像今天阿哲截图的时候，2个指数是还没有分型，是一个晕线。所以如果今天形成的是这样的一根 K 线，包括比特币如果是这样的一根顶分型 K 线产生，又结合背离，那这里将是一个开空点，或者说它是一个顶部的风险点。当背离所伴随的一个确认信号，最好除了顶分型之外，比特币尽可能是跌回到这个通道之内，那么就是一个通道的压力有效的一个判定突破无效的判定，再加上顶背离，那么关于币圈方面的一些个股，那么风险将容易产生。而这里它下一次的机会应该是背离修复之后的二次回踩，就类似我们之前所讲的这个地方的背离修复之后二次回踩容易再有机会。那当下是另外的一个顶背离，如果顶背离后续能够被修复，那么同样的在二次回踩时它也会有机会，当然前提是这个顶背离要修复，不修复这里结合通道的一个上沿压力，这里将是一个做空点，是个风险点。以上就是我们的第2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和比特币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支标的是 Core 位。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一个行情图板， Core 位的一个图表显示目前是一个九转的一个信号。那么九转信号在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关注它有一个多空转换线 128.87， 就是九转如果产生了，那么这一个地方将作为一个压力，或者说空方如果进场，以此可以作为一个止损。那么在这里被突破之前，那么这个九转的一个空方的信号依旧有效。那么这是汤姆迪马克先生所定义的一个误差区间，因为左侧交易它往往具备一个误差的一个范围，所以价格走势是越靠近 128.87 这个范围将会越是缩小。那么左侧做空点这个范围之内的一个盈亏比将会更好因为离止损更近了，所以你的风险承受的就更小，那么你的一个机会就是你的盈利空间就更大。当然右侧来讲，目前的黄色 K 线它消失了，但收盘价依旧还没被跌破，所以右侧的风险它还没有，只是目前是一个左侧九转 128.87 是九转之后的一个转多线，再次突破它，那么就意味着九转这一个信号就相对来讲弱势了，就得要等到其他的一个九转信号，就得要等到其他的九转出现，或者说9后13出现，再去看左侧的一个衰跌点。右侧目前是还未跌破，而在这个区间之上，它因为有左侧衰跌点，所以对于交易者来讲，左侧这个地方去追涨去做多，其实就偏向于追高了。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等待一个价格走势的指标带附近的一个买点产生。目前的一个价格的回调点，从理论上来讲，它的空方它的一个多方的支撑是在 105.406， 以及龙门线它是 97.597，
那么这是2个关键的一个支撑点。目前龙门线大概率是突破有效了，因为它突破是一个强势单边突破，所以龙门线由之前的压力位转成目前的支撑位。价格这一波左侧走完之后，那么第2次的买点将是右侧的，所以这里等待一波回调支撑位附近的一个买入机会。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谷歌，当然谷歌它属于在奇遇投当中相对符合做空方向的一个标的，因为它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个向上到达左高附近，而左高目前没有突破，所以离左高比较近。这附近又有一个九转，那么它的转空线是342，那么它的转多线是342.07，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开空，你所承受的风险是比较小的，大概应该1个点不到的一个止损空间。而往下看到飘带附近，所以左侧的一个开空点的一个盈利，在这里盈亏比是很合适的，400，那么342.07就可以作为这波九转的转多的一个信号，就是继续左侧容易上涨的信号，就是突破342.07。在这突破之前，这附近左侧依旧是一个风险区间，空方的进场区间。对于右侧来讲，就需要看到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其实也跌破了，所以说谷歌属于奇遇投当中相对提前出现风险信号的，像英伟达、特斯拉等等的，特斯拉也出现了，是吧？英伟达是没有的。好，所以这一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跌破，并且实体过半？那么这一个黄色 K 线也可以作为右侧的一个压力位，目前是反弹，那么这一波反弹不破342.07，那么基本上依旧往下去看。我们来看到飘带的第一个支撑是320.988，如果这个支撑不能够出现反馈而去往下跌的话，就得看到下方的缺口了，因为这个飘带左边有一个缺口，正常这里应该是首先容易产生多方进场的一个点，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这附近。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目前保持一个黄色 K 线，所以右侧交易如果是买入做多之后，我们的离场分左侧和右侧，左侧其实就是到九转的地方，属于第一种比较明确的空方信号，目前是到8号 K 线，今天大概是一个9号 K 线，而右侧就不管是8还是9，它只要是没有出现明显的下跌，不管是8、9、13，对右侧来讲依旧是一个做多点，或者说依旧是作为持股点。好，价格有黄色 K 线产生，当目前是不是黄 K 虽然有中途消失，但它没有出现阴线破位，所以你就可以依旧等待一个黄 K 消失，阴线破位时作为一个离场信号、风险信号。因为当前下方已经转为了一个紫色飘带，所以这个地方它已经脱离了可能是反弹的一个可能，所以这个地方它只要回踩2次回踩不破，那基本上就是属于一个小波段的一个反转。像这种紫色飘带上的一个九转，风险就没有太大，至少它是回调概率会更大一点。像曾经这种黄色飘带之下反弹的九转，一般需要左侧去害怕一点的，这左侧需要去卖的，这种时候你去右侧等它跌破，有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价格走势如果是空方的市场，那么你的九转，你的一些黄色 K 线就得要提前去反馈。而如果是一个紫色飘带，那这个时候可以等待一个右侧的下跌去确认，目前是还没有。所以大家手中的股票究竟属于什么趋势，大家有不同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如果是多头处于紫色飘带，那么你用右侧策略去止盈是大概率可以的。如果是黄色飘带，那一般建议的就是左侧止盈，左侧高抛，提前离场会更好一些。那么如果阿哲本期视频所讲到的个股有一些可能大家并没有持有，或者说手中股票阿哲没有讲到的，大家都可以在订阅阿哲频道之后去跟助教领取一下上海趋势图，那大家都可以去安装之后看一下手中股票是目前什么情况，按照这种分析的一个逻辑方法来就 OK 了。所以右上角弹窗小卡片，大家在订阅之后都可以去找助教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是到达了一个九转，并且九转之后，那目前 MSTR 是在左侧进入到一个风险区间，左侧风险一个是它处于一个相对龙门线下跌的一个过程，是吧？所以它是一个中长线还是偏空的，中短线的波段是第一波向上转为紫色飘带，之前是这个地方转过紫色飘带，这里转过紫色飘带，但其实后续都是回踩没有支撑得住，跌破了，所以这里也跌破了。所以当前需要关注的是这一波的紫色飘带在后续的回踩当中能不能撑得住，只要走出这种结构，其实就有机会后续看到龙门线。龙门线如果依旧能过，那就有机会像扣位那样子把龙门线作为支撑往后继续去看。如果这一波回落连龙门线都碰不到，或者说它直接就跌破这一个飘带，那其实就又一次失败，又一次走弱的一种走势。那当前还无法明确它是一个完全的反转，所以它依旧可以先看是一个反弹。那反弹就容易遇左高是一个压力，
啊，因为价格走势如果是反弹，那么左高一般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压力。这个低点反弹到现在花了很多时间了，但左高依旧还在这里，所以当前是进入到左高，而后又有一个九转，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压力区间。那么转空线，那么转多线是181.49。这个地方如果在触碰的时候去进行一个空单进场，它的盈亏比就特别香了，181.49。你就这个地方作为收盘开空，那么你的风险级就这里，收盘站上我就止损，收盘不站上，那这一波回调是不是第一个看这一个缺口，第二个看飘带，而后再去寻找多方机会？那你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左侧止盈，或者说右侧等待黄 K 跌破。不过那个时候可能会偏晚一点，所以右侧走到这里止盈就不太好选择了。右侧可以等一根反包阴线止盈也行，左侧呢也可以不开空，你可以等待回撤之后选择右侧做多，因为空方的一个机会往往不是很多人所想要把握的，是吧？如果只想做多，往往可以等待飘带的回踩，二次的去交易买进。但是如果回踩过程当中它是快速跌破，一般就小心了，它容易是继续的深跌，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它的飘带上沿是什么。飘带上沿是145.255。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微软。微软依旧也是在8号 K 线走到了升级8转，今天应该是9转了。而后它的黄色 K 线已经跌破了，并且它的跌破是实体阴过半，并且它是一个长上影线，是吧？所以这个地方属于右侧，你从前低买进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做一个右侧的止盈动作了。当然，如果你是做短波段，其实这一波就清仓了。那如果你是跟阿哲之前的策略一样，做的是一个中期的首次布局，这里就是一个相对右侧首次止盈一部分的地方，就不用清仓，可以留底仓，等二次回踩，中线的二次买入。因为这个地方从周线来讲，既然是以周线为一个策略制定的，就这里是一个上涨结构的结构支撑点。回到这里的白色 K 线，这里在日线去找一些左侧的埋伏机会，是吧？那目前第一波埋伏是 OK 成功的，那么它还超预期的站上了龙门线，那么这个地方龙门线就是一个支撑点，它只要不破龙门线，后续是不是有机会走出这个周线级别的一个反转形态，是吧？所以从周线级别中长线来讲，你可以做一个日线内的小的止盈，当然你短波段这里直接止盈就行。所以对于周线来讲，目前是一个上涨站回龙门线，后续要看一下回撤龙门线，不要跌破398.923。短线这里是一个止盈点，左侧目前还差一根9转 K 线，今天大概率会形成。下方的飘带在397.965，这里是作为支撑点。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博通，博通目前是连续走到了一个9，但这个9不是9转，它是另外的一个9的一个信号。9转早就出现了，9转在这一根 K 线的时候就出现了。如果发现出现9转之后，立刻第二根就跳空突破这个转多线，一般意味着这个9转的衰减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容易还有上涨空间，所以转多线这个意义就到了9之后，转多线是作为一个空方进场的止损。如果快速突破转多线，一般意味着它容易走到13，或者说它容易走出下一个9。所以转多线一旦被破，就不能用这前面的9去做空，或者说如果做空的左侧一定要在这种转空线突破之后去止损，没有必要去砍这种单，因为做美股的空单一般是偏短线的，是吧？你一定要设置好一个止损位，看好一个目标位。目前是走了一个突破左高，那这种突破左高，它其实这里有一个缺口，共同的一个缺口，它这里是一个倒型缺口，所以后续股价回落的时候，它这种地方的缺口将会产生一个强支撑区，飘带到时候在这里，对于博通来讲，它是过顶之后有机会是一个再次新的行情启动，前提是这一次回踩它不能破我们的倒型缺口，就是9号 K 线的上沿382.28作为第一个强支撑，如果直接跌穿贯穿，那就没什么好说的，那这个倒型缺口就没有什么用了。还看到飘带的上沿是373.62。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MD。AMD 是属于更早之前创出新高的，所以 AMD 这个个股，当它一突破9号 K 线的转多线265.22的时候，这个地方其实就不存在一个优先做空的一个权限了。包括目前也是一样的，哪怕指数到了13，有些股票其实做空就不太适合，是突破9号 K 线转多线的。另外一个就是新高的，这两种股票一般是不太建议说做空的时候去选择的。目前如果要做空方，那么最好选的是它还是黄色飘带，以及呢龙门线还是向下的，或者说还没有新高的那些还可以。但如果龙门线向上，紫色飘带，并且还是创了新高的，这种做空一般来讲就不太适合了，因为它属于市场的强势极强势个股。这种个股它首先去出现明显下跌的可能性会比较低一点，所以 AMD 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二次回踩。那价格走势
当前如果发生回踩的话，它其实不算是二次回踩，在曾经我们在这些地方所提醒的机会，它属于第一次的回踩，已经发生的算是二次回踩了。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再回踩，它会比很多个股有所不同，它属于第三次的一个回踩。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上沿，它的上沿是 254.148。再看到下只股票是 HOOD。HOOD 它产生了一个行情走势，是连续的上涨到了黄色 K 线，并且伴随右侧的风险信号，是一个黄色 K 线消失的跌破而后走出阴线。所以目前这里是相对来讲右侧是出现了风险，它没有九转信号，但右侧是一个风险信号，所以走到这里，这个股票肯定不是一个做多机会，不是一个做多点。关注下方的一个缺口和飘带的支撑，缺口它和飘带差不多的一个位置是 79.75。那么 HOOD 看到周线上，它其实是一个下跌后反弹到飘带附近走了一个滞涨，所以这个地方它就属于不算很强的一个多方走势，启动也比较慢，是吧？龙门线之下转为指示飘带一样，比 PLTR 强一些，但强的有限，依旧是偏弱势的一类个股。下一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它也是跟HOOD 有点类似，但是阿哲没有写它是一个红色块，因为它目前还是一个黄色 K 线，还没有跌破，所以比 HOOD 好一点点，但好的有限。所以目前黄 K 产生了，也有长线影线，所以吊颈线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出现盘中下滑破了这个低点，一般你这一波上涨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这属于左侧的。右侧就可以等黄 K 消失，黄 K 破位，那么左侧止盈，那么可以算是右侧止盈。当前依旧黄 K 保持，右侧来讲可以依旧设为防守位，黄 K 消失再离场，就像前期这一波上涨一样，黄 K 出现，黄 K 消失破位，那么这种地方就要小心风险了。这个地方的一个飘带，我们来看到是多少？是 438.201。一旦有飘带出现的时候，最好就是这一波下跌时不要去跌破飘带，是最好的。如果跌破飘带，比如说像这一波止月贯穿，那它其实再启动就容易失败，最好是在飘带之上，飘带上沿就能够止跌启动是最好的。所以这里最好能够的是不要破飘带，止跌启动会更好。当前是来到了神奇的第8号 K 线，还没有到第9号，今天有可能到第9号 K 线出现九转。如果这里出现九转，那一般就是作为左侧要止盈的点了，因为它这里将会出现一个九转的做空点。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SOXL 是半导体3倍做多，这个个股基本上单边的上涨，而后九转出现的时候，它也跟博通类似，和 MD 类似，九转出现了1天、2天、3天，3天时间就直接突破了转多线，转多线突破市场就容易往上继续运行，所以转多线必须作为左侧进场的一个止损线，右侧是没有空方进场的机会和止盈的机会，因为右侧依旧在连续黄色 K 线之后没有出现消失的跌破，最近也一直是保持上涨，低点都没破，所以右侧出现这种酒后上涨单边，我们另外的左侧止盈点就是之前的低点，一旦有某一天的低点开始被打破的时候，就作为第一次止盈点，再往后再出现一个低点跌破的时候，就直接作为左侧的清仓点。这种是对于一个单边行情上涨时特别好用的一个技巧，就单边上涨时，特别是酒后还在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低点作为防守位，扫过一次低点就做一次止盈，扫2次，第二天还是再扫昨天的低点，那基本上就可以做一个清仓，这就是一个左侧的清仓的一个思路。当然右侧依旧可以等到收盘价比昨天低点低，作为一个明确的右侧止盈点。更加右侧的最后的一根黄色 K 线也是可以的，但太远了，有点太右侧了，没有太多必要。我们可以看到下一只个股是 Circle 它属于一波九转的买入之后，目前走势一般般，因为我们之前说过，九转的这一个目标位正常应该是走高的，而它到了50%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回落，所以第一波这波上涨最多时是到了28%，按收盘来算是20%左右。第一波左侧止盈之后，因为它黄 K 出现而后跌破嘛，左侧止盈之后呢，二次的回踩买点最好要么是龙门线支撑有效的再次启动，就有机会再看一波左高。如果它这里不能够二次启动，那么往下就依旧是77.8之上，在9号 K 线这附近寻找下跌的止跌买点。所以这是我们再次的左侧的区间埋伏点，因为它有可能是上涨之后二次回踩再往最后的目标去走，如果直接跌穿这个区间，那就不要做了，第二次买点就不要买了，依旧把77.8作为本次下跌九转的一个转空线，77.8转空线，如果直接跌破，那么这里说明9的衰跌点就到此结束了，那么就容易继续往下去奔下一个目标。转空线只要不破，二次回踩在附近找做多点就行。最好的就是它连龙门线都不要破，目前龙门线是在跌破一根之后反抽回来，
好，这里如果能够把这个跌破龙门线的阴线收阳站上，那我可以以此作为右侧的买点，这种右侧的不是左侧的，2次回踩右侧的买点。那往上看就可以看之前的的高点，这里也有10到15%的空间，所以也是还可以的短线的一个利润。下只个股我们来看到 Meta 是一次突破这个飘带，不是飘带，而是龙门线。但这个龙门线突破是没有像扣位那么有效的，因为它突破我们需要看2根 K 线，如果连龙门线都站不上，这种一般就是一个风险。如果突破龙门线，你要看一下它的2根 K 线的一个时间，就突破之后看2天，不要走弱。如果突破2天就走弱，一般这个地方也还是一个龙门线的压力是有效的，只是一个误差而已，空间上的误差，我们用时间去进行一个修复。目前这里是突破了第1根、第2根，是吧？依旧黄 K 突破，黄 K 跌破，所以这个地方依旧属于 Meta 的一个龙门线突破的无效，价格依旧容易出现中期高点，容易是一个风险点，所以这里就不能做多的，因为它的黄 K 也跌破了，所以有龙门线压力，黄 K 的一个压力，所以当下这里最少要看一个回调 639.915。下一只个股看到 OKO 在长上影线之后也出现了破位，但它不是一个黄 K 破位，不过这里是一个左侧的高点信号，左侧出现不创新高，那么这里这根阳线目前可以当做一个反弹，因为它没有吃掉上影线的一个高点，所以要小心它的2次回落。所以昨天这个反包阳线因为没有吃掉长上影线，所以这里不能作为右侧的一个再次启用买点，最好能够过长上影线，再看上方的一个飘带，不是飘带，再看上方的一个龙门线，龙门线是 88.692， 当然这个地方所出现买点将是一个追涨买点，就是博弈一个加速，如果它不出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压力，就容易产生什么反弹。继续往下看，这里主要讲的是一个短线方面的，这个地方是 58.513。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PLTR 它就是属于比较弱的个股了，如果你要做空，那其实 PLTR 是一个好的选择，至少到目前我们所看的标的当中还保持一个黄色飘带的是比较少的，所以当前 PLTR 是一个龙门线向下，它还是一个黄色飘带，目前左侧的大阴线依旧是压力，所以目前这里是一个黄色 K 线，黄 K 产生，如果黄 K 出现破位，将是一个右侧的反弹做空点，那么因为是黄飘带下跌趋势，所以目标依旧看到走低，这里可以关注一下市场是否出现这个地方的黄 K 的修复，黄 K 的消失跌破，那么如果是它是一个黄色飘带的黄 K 的跌破，那就不太好了。下一只个股来看到 Coin 它也出现了一个左侧的信号，跟刚才所讲的甲骨文是一样的，价格上涨，这个左侧信号叫 TD 的差值，价格下跌 TD 差值，当时我们说 Coin 这个地方它的买点就是不创新低，一波上涨之后左侧这里是一个风险，那它的买点是它的卖点是不创新高，这是我们在盘前广播当中都有去讲到的一个买和卖，所以左侧来讲就是这个低点和这个高点，这波利润就是左侧的利润。目前对于右侧就跌破之后再卖，所以右侧卖的会晚一点，卖的价格会差很多，甚至差5个点以上，是吧？所以左侧有左侧的好处，右侧有右侧的好处，看大家的一个风格。阿哲一般是偏向喜欢左侧更多一点，右侧会做大行情可能会偏右侧，但弱势个股左侧会好一点。目前是收阴跌破，这根 K 线它还是类似于光头阴线，不是很标准，类似它还有一点点上影线，所以这个高点是个压力。昨天反弹不过，又是一个向下看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地方依旧是看回调 187.909。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科技，它出现了一个突破走高，所以本来它不过走高还是一个有机会做空的一个机会，它黄色 K 线是没有出现破位的，黄 K 消失但没有破位，收出3根阴线但没有跌破，所以右侧的止盈点还没有，这是我们上期所讲的。而对于空方点，我们来看到它的上方的转空线，不是转空，转多线是506.7，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转空线。我们来看一下之前，像之前这个地方它的九转，它的转多线是471.57，后续并没有去突破，又出现一个九转，所以这个地方它的一个转多线是497。所以价格走势每次九转它都有一个转多线，就如果不过转多线或不快速过，就说明这个九转是有效的，这里起码有一个衰竭点，所以九转到了，转多线在这里容易衰竭。目前九转到了，所以这个地方转多线依旧没破，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存在着一个左侧衰竭的一个区间，只是一个左侧误差值而已。所以目前左侧来讲，依旧还是这附近有一个还是有一个衰竭的一个需要，只是它过了前高，所以它就不属于目前最好的一类选择做空的一个标的了。我们看到下方的一个支撑线是428.288。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
亚马逊来看一下，它也没有新高，它也有九转，那它的一个转多的一个线是在264.47，所以在这个九转到转多线的区间属于空方衰竭的一个需要，所以当下它也在走高之下，所以它不算是最强势的一类个股。目前来讲，我们依旧看到市场回调的一个需求是飘带的上沿237.69。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4月23号美股盘前的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